喂，小美女，苍云镇往哪个方向走？哟，小帅哥，你还挺有眼光的嘛！苍云镇就在东南方向300里就到了，要不要姐姐御剑带你过去呀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的腿刚受重伤，跑得比较快。师姐，刚才那个人好像是从师祖的陵寝出来的。胡说八道什么？师祖都死了300多年了。那他是谁？什么人能仙尊的墓里活着走出来，还问路？哎呦，你是谁？这条路3天前就封了，女帝陛下的法旨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混沌铜鼓方圆100里。封路？为什么？你连这都不知道？3天前谷中大阵异动，女帝亲自下令。女帝陛下，300年了，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都不清楚，贸然相认，变数太多。人呢？回禀女帝陛下，方才此处确有一名男子，弟子与他说了几句话，他忽然就不见了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那缕气息彻底消失了。玉符炸裂，出事了。陛下，备用玉符中残存一段讯息。混沌幽谷，12重大阵，有人从里面走出来了。混沌幽谷，12重大阵，从里面走出来。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被葬在那里，也只有一个人有可能从那12重大阵中活着走出来。传令，封锁苍云城方圆1000里，调动所有暗卫，给我找到那个人。不得惊扰，不得无礼，违令者逐出宗门。属下领命。清寒出了何事？可能与师尊有关。不是不想见他，300年生死相隔，我何尝能不想看看那丫头如今长成了什么模样？这道神识里，不是女帝的威严，是一个弟子在找自己师父时的惶恐和期盼。但一个死了300年的人突然复活，牵扯的绝不只是师徒重逢。万华宗如今什么地位？有多少敌人在暗中窥伺？我不能让他因为激动暴露任何信息。300年，一壶清茶。客人面生，外地来的。听说了吗？女帝陛下今日突然出关，整个万华宗都震动了。何止震动？我表兄在外门当差，说女帝下了封城令，苍云城方圆1000里都被暗卫包围了。但女帝可是天下4大至强者之一，什么事能让她亲自出手？出什么大事了？天下4大至强者之一，那个当年连筑基都费劲的小丫头，站到了这个位置。小兄弟想打听消息，去天机阁，城东坊市尽头，天下第1情报阁，什么都能查到。至少3股隐蔽气息转在身后。陆河境以上，手法老练，林清寒的暗卫效率不错。这是300年前师尊将我领入万华宗时亲手刻上去的。盗墓者不可能，12重大阵圣境以下无人能破，传承觉醒也不对，不会有活人走出来，那就只剩一种可能。属下回禀，目标已进入苍云城，正朝城东坊市方向移动，修为确令为炼神境，面容年约20余岁，与宗室画像中记载的初代宗主年轻时有7分相似。玄清丽，初代阁主。天机难测，微尘可通；天机难测，微尘可通。口头禅都这么老气横秋，将来怕是要当算命先生。沈万基，你小子倒是把师尊的玩笑话当了真。客人想查什么？人物、势力、秘境、丹方，只要付得起灵石，什么都能查。查一个人。您说？林清寒。客人，您说的是万华女帝林清寒？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能提的。女帝陛下的情报属于最高秘籍，就算我们阁主亲自出面，也只敢整理公开部分。公开部分就够了，我只是想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。这语气不像刺探虚无，倒像在问一个晚辈的近况。林清寒，万华宗第2代宗主，现任掌教，修为神桥境巅峰，位列天下4大至强者之一。300年前以17岁之龄拜入万华仙尊门下，为仙尊关门弟子。仙尊飞收后承宗主之位，100年内将万华宗从中等宗门推至天下第1宗。求仙尊收留。那个总是哭鼻子的小丫头，神桥境巅峰，
天下4大至强者之一，100年内将万华宗推至天下第一。走到这一步不容易。客人还需要查别的吗？沈万基，天机阁是他建的吗？您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天机阁创始人的真名是最高机密，对外只称天机老人，阁内普通弟子都不知道。300年，林清寒成了女帝，沈万之建了天机阁，弟子们各有各的造化。我这个当师傅的，倒成了最没出息的那个。死了300年，醒来还是练神境。不过无所谓，弟子过得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快点，再快点，师姐撑不了多久了。万华宗的弟子，救命！有没有解毒丹？我师姐中毒了。这毒我看不出来，姑娘还是赶紧送回宗门。来不及了，从这里回万华宗要2个时辰，师姐根本撑不到。这个毒素波动频率3重剑套结构，外层麻痹经脉，中层侵蚀灵力，内潜直攻心脉，3层毒素交替发作，每次比上一次猛烈3分。七文纸残，不可能！我亲眼看着最后一窝死在天罗谷那场大火里，连虫卵都没留下。七文纸残之毒，一炷香内部压制第3层心脉侵蚀，此人必死。能认出这种毒的人，300年后恐怕只剩我一个。你这铺子开在这儿，连个解毒丹都没有。姑娘，不是没有，是这毒我认不出来，胡乱用药，万一……什么？再不救他就死了！怎么回事？你是药王谷的人？药王谷嫡传弟子楚明轩，让我看看。七文纸残之毒，9叶生机草炼制清毒丹，半个时辰未服下，可解。我有9叶生机草，我叫苏慕瑶，这是我师姐云舒月，求你救她。用这个，她30息内必死。你是何人？七文纸残分7个亚种，药王谷典籍记载的解法只适用于前3种，他中的是第6种赤腹纸残。赤腹纸残的毒素核心是火属性，9叶生机草的木灵之气注入体内，木生火，毒素30息内暴涨3倍，经脉尽断。赤腹纸残300年前就绝迹了，你一个练神境的散书，从哪儿听来的野路子？这人谁啊？练神境还敢质疑药王谷的人？药王谷的典籍能有错？怕不是想出风头吧？你若不信，看他左手腕内侧，赤腹纸残的咬痕是3个赤色小点，呈3角排列，普通七文纸残是2个。哼，咬痕相似能说明什么？虫类咬痕千变万化。我行医10年，经手中毒案例不下100起。我以药王谷的名誉担保，此丹必能救他。若救不了，我楚明轩从此不再行医。不愧是药王谷嫡传，这气魄！丹成之后，若他服下，立刻来城西永安客栈找我，2楼最里见。不愧是药王谷！3个赤色小点，3角排列，他说的每个细节都对得上。清毒丹成了。师姐！城西永安客栈2楼最里间。求你救救师姐，求你！再晚1刻钟，神仙难救。去把楚明轩叫来，带上他所有药材和丹炉。他会来吗？因为他比谁都清楚，这个人死在他手里，药王谷的招牌就碎了。你要是也救不了，别怪我！寒水石、刺烧、断肠草，这3味药同炉必炸，这是药王谷入门第1课的禁忌。你疯了！这3味药放在一起会炸炉！气灵，这座丹炉里有气灵。我用了3年，从未发现。逆虚，他用的是逆虚投药。寒水石先入形成寒性底层，断肠草的毒性被封锁在中间，赤小最后入。护血之力不是扩散毒性，而是将毒性转化为药力，以克制为融合。逆虚投药，气灵唤醒，以克制为融合。药王谷800年传承，3000卷典籍，没有任何一页记载过这种手法。这不是改良，不是创新，是我从未触及过的另一个层次。前辈，您究竟是什么人？你刚才说行医10年，从未判断失误。赤腹纸禅已经绝300年了，你不该想我是谁，你该想是谁
把一只300年前就灭绝的毒虫放到了他身上，赤腹指残，绝迹300年的毒虫，后颈第3节脊椎旁开半寸，灵脉汇聚的死穴。指残找不到这个位置，必须有人引导。而楚明轩，一个药王谷弟子，恰好出现。他的茫然是真的，他不是局中人，是被安排好的棋子。有人算准了万华宗弟子会中毒，算准了药王谷弟子会出现，算准了他解不了。杀一个筑基期的小丫头，不值得动用这种手段。试探，有人在试探万华宗的底牌，或者在试探我。信息太少，推不出完整的链条。太虚归元诀这门功法没有第二个人会。谁？周围的灵气全在朝同一个方向汇聚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炼神初期，炼神中期，炼神巅峰。我曾站在这道碧地之上千百次，每一丝纹路都刻在神魂深处。七载天象，这是什么境界的突破？我修炼200年，从未见过。明日你们回万华宗，我要去见一位晚辈。前辈，求您去一趟药王谷。我师祖苏景晨，他一定想见您。我想学医，我想治好自己的病，想治天下人的病。苏景琛，他是药王谷主。是，师祖执掌药王谷400年，天下药修无人不敬。400年，当年那个连药炉都端不稳的孩子，撑了400年。他笑了。苏师妹，宗门收到传讯，让我们……修为分明只有陆河境，可这股气……前辈，灵舟已备好，请上舟。不必。踏叶，灵力精确到一丝一毫才能做到。陆河境，开什么玩笑？我昨天还在心里嘀咕他修为不高。走吧，师姐，这位到底什么来头？闭嘴！前辈，弟子有一事请教。灵力在经脉交汇处总会产生苏流，施法时有一瞬迟滞，困扰半年了。交汇处不要走直线，绕半圈。苏流消失了，困扰半年的问题，一句话。前辈，弟子炼丹时火候总是把握不准，用的是清晰凝神丹的丹方。那个丹方第3步的温度写错了，应该是7成火，超数的人笔误，流传至今没人改过来。不是9成。林风燕，我的2弟子，南荒方向。见完林清寒，下一站南荒。我要建一个宗门，让天下散修都有归处。清寒做到了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来者何人？慢着，他是我请来的。苏慕瑶，宗主3日前下令，近日任何外人不得入山。没有令牌，没有例外。可他，我说了，没有例外。林清寒的规矩倒是比当年严了不少。他直呼宗主名岁，林清寒，他说当年。去通报吧，就说故人来访。故人，再说一遍。银甲合身，站姿扎实，灵力运转毫无支扯。面对看不透修为的陌生人，第一反应是把剑往前送，好苗子。来者通明，否则格杀勿论。统领大人，他真的不是坏人。苏慕瑶，宗主3日前的禁令，你忘了？带来路不明之人闯山门，已触犯宗规第10条。再多一个字，连你一起拿下。您倒是说句话呀！你叫什么？来者先报名，没有你问名的份儿。最后一次，表明身份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清寒至宗严谨，令行禁止，这是好事。既然规矩不让进，我自己上去便是。拦住他！不可能！灵力锁定根本无法附着，全力出手！他在被攻击的同时，还在护着我们。罢了，不为难你们。这是什么境界？
不，这股气息和祖殿里的分毫不差。我就说他不是坏人。300年了，每一天都是这样过的。这股气息，300年，无数次在梦里触碰到，每次醒来都是空的。是真的吗？这次是真的吗？300年，1000多个日夜的梦里，全是这副模样。弟子林清寒参见师尊。仙尊活了！师尊，请随弟子入殿。今日之事不得外传，违者逐出宗门。坐。师尊，弟子一定守好万华宗。起来，让为师看看，当年的小丫头长大了。师尊，弟子有很多事要向您禀报。坐下说。大师兄陈道恒天生经脉闭塞，无法修行灵气，但他以肉身正道，一拳一脚打出了前人从未走过的路。如今坐镇东域，创立筑体宗，天下体修皆尊他为祖。性子呢？刚正如初，谁的面子都不给，包括弟子的。二师兄林峰刃痴迷刀道，独自镇守南荒秘境300年。师尊当年赠他的那柄上古法刀，从未离手。他还是不爱说话，比以前更沉默了。300年，他只给弟子传过2次信，一次报平安，一次是让弟子别再派人去打扰他。七师弟沈万基建了天机阁，情报网遍布9州，为人圆滑但重情义。三师姐在北域开宗立派，五师兄游历四方，行踪不定，但每隔几年会回万华宗一趟。还有谁没说？四师兄和六师兄，300年来音讯全无，弟子多次派人联络，皆被拒之门外。他们各自建立势力后，行事越发独断，弟子担心他们已有一心。此事不急，我会亲自去看。师尊，不要公开我复活的消息，我要以普通人的身份逐一讨伐。师尊刚刚苏醒，修为尚未恢复全善，若四师兄当真有一心，弟子领命。这是万华宗最高令牌，执此令，9峰上下无人敢拦。灵石和丹药是弟子这些年攒下的，师尊路上为师修行不靠外物。林峰刃在南荒秘境，是从万华宗南下约7日路程。但师尊，南荒近年不太平，有一个叫玄灵殿的势力在那一带扩张，弟子收到的情报。宗主，那位当真是祖殿中供奉。传我令，万华宗全境戒备提升1级，各峰加强巡防，外出弟子全部召回。宗主，这是照做。师尊在外行走，我必须守好后方。听说了吗？南荒秘境里那个独修的疯子被玄灵殿围了。围了？那可是神桥境的大能。嘘，小声点，玄灵殿的人就在城里，你不要命了？这纹路是我亲手刻的。问你话呢，这刀哪儿来的？谁？起来。走。可是店主交代，我说走。那把刀啊，给我看看。这纹路是裂空的碎片，铸造时崩落的边角料。300年后，怎么会在一个孤儿手里？哪儿来的？我娘留给我的。她说这是我爹的遗物，让我一辈子带着，别丢。灵雨血脉，上古灵雨一族的传承，这个血脉已经消失了至少2000年。你平时靠什么过活？采灵草，我能感觉到地底下哪里有灵脉，顺着灵脉走，总能找到灵草。能感知灵脉走向，灵雨血脉未觉醒时的外在表现。跟我走。啊，我没钱给你。不要你的钱，你想修行吗？想。拔刀大会明天就开始了。听说林前辈把自己的本命法刀插在天刃广场中央，谁能拔出来就收谁当亲传弟子。本命法刀那可是神桥境大能的命根子，怎么可能让别人拔？所以才叫大会呀。据说那把刀有灵，会自己选主人。本命法刀裂空，我亲手铸造，亲手赠出，亲手在刀身上刻下12道铸刀铭文的那把刀，林峰刃拿它当命一样护了300年。
现在插在广场中央，让人随便拔。先生，这个拔教大会我前几天就听说了，好多外地修士专门赶来的，城里客栈全满了。300年了，非刀义通达者不可遇。当年林峰刃花了整整3年才让他认主，期间被刀义反噬了不下20次。现在说谁拔出来就收谁，林峰刃，你在搞什么？先生，那些黑甲人最近经常在城里抓人问话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前天有个人多嘴问了一句，第2天就不见了。玄灵殿在南荒布局，秘境封禁。林峰刃搞出拔刀大会，把本命法刀亮出来，这3件事凑在一起，不是巧合。没认出来。听说了吗？昨天有个金丹后期的上去拔，刀没动1分，人倒是被弹飞了。金丹后期都不行，那这刀到底要什么境界才拔得动？不是境界的问题，我师兄说了，这是刀义认主，跟修为高低没关系。裂空的认主条件不是修为，不是天赋，是刀义的契合度。一往无前，斩断一切犹豫。林峰刃当年做到了，现在他把刀拿出来让人拔，要么是在找传人，要么是在找一个特定的人。姓名、修为、门派。苏青，散修，炼气9层。行吧，明天辰时平牌入场，别迟到，过时不候。先生，你真的只有炼气9层？我又不傻，刚才街上那3个黑袍的，随便一个都是筑基以上，被先生一袖子扫飞，连还手的念头都没生出来。炼气9层，骗鬼呢！客栈外3条街，12名黑甲修士分散在各路口，形成松散的监控网。天刃广场周围暗哨更密，至少30人，修为最低金丹中期。广场地下有一道极其隐蔽的禁制阵纹，范围覆盖整个广场，不是防御用的，是探测阵，专门用来探测特定灵力变动的探测阵。玄灵殿不是来抢刀的，他们在等一个特定的人出现在广场上，触发那道探测阵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早点睡，明天有热闹看。哦。林峰刃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什么事儿？别出来！怎么回事？广场那边有人半夜去拔刀。不对，那光不是刀发出的，是禁制被触发了。这个频率不是攻击，不是防守，是裂空在呼唤他真正的主人。先生，人太多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规矩不变，上台拔刀，拔出即胜。裂空认谁，他就归谁。这把刀真能被拔出来？昨晚那个玄灵殿的人不是被震成焦炭了？我听说萧晨宇来了，南域那个剑道天才，连他都拔不出来。都不是他要等的人。邪法想侵蚀刀灵的意识。哈，这刀怕不是废了吧？谁都拔不出来，摆在这儿有什么用？喂，看那边那个灰袍的，修为才陆河境吧？带着个小孩来凑什么热闹？哎，那边那位，要不你也上去试试？反正丢人也不差你一个。既然邀请了，那就去看看。真上啊！陆河境去拔刀，脑子有病吧？陆河境不值得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主人，你回来了。能让师父的本命法刀主动认属的人，这世上只有一个，只有铸刀的人。前辈，晚辈萧晨宇恳请拜入门下，求前辈收我为徒，求前辈收我为徒。一个浮躁，一个愚钝，都不是上乘的苗子，但也不算差。收徒不急，秘境即将开启，你们随我进去，活着走出来，我再考虑。多谢前辈。
前辈，前辈请留步，晚辈陈昭，家师林峰刃座下首徒。前辈方才唤醒裂空刀灵，敢问前辈与家师是何关系？故人。一道给林峰刃，一道给玄灵殿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修为未复，拦了一个，拦不住第二个，不如让他们动起来，看看谁有多深。把你们的功法运转一遍。丹田下沉3寸，气海入口偏左，经脉第7转折处有暗伤。你是不是用过速成的突破丹药？3年前用过一次，根基被催熟了。你现在的修为有3成是虚的，3成。我引以为傲的天赋有3成是假的。你吐纳时机差了半拍，灵力在体内多走了一圈弯路。你练10年，别人练7年就能追上你。那能改吗？今晚就改。2年，我花了2年苦修死磕的东西，被他3句话点破了。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先生，我也要学。你的情况不一样，你体内有一道血脉封印，不是外力所加，是天生的。什么血脉？灵雨。别动，跟着我的节奏呼吸。吸。今天到此为止，血脉觉醒不能急，急了会伤根本。灵雨血脉，这孩子的来历比我想的还要复杂。能唤醒裂空刀灵的人，这世上不该再有第二个。核心传承区设伏，秘境内所有暗桩全部激活，传承开启之前杀。300年了。先生，这条路别人看不见吗？先生，来了，比我预想的快。这是天忍宗上古正道6宗之一，刀剑书修，3000年前覆灭。这里是分殿。您怎么知道的？第1关，剑阵路，你们2个自己过。我先。过了。拔剑入阵，不能硬扛，找到频率，用共鸣。来不及了。你们的问题不在实力，你的剑意太急。前3剑做到了共鸣，后面为什么放弃？频率不同，我来不及。来不及是因为你在追剑，剑阵的节奏不是你定的，你越追越被动。静下来，让剑来找你。你呢，只会用肉身硬接，令剑的剑气有方向有间隙，侧身半寸就能少挨3成。我反应没那么快，不是反应的问题，是你脑子里只有扛这1个字：刚不可久，柔能续命。先生，我呢？你的关在后面。心墨幻境进去之后，你们会看到自己最不想面对的东西。记住一点，幻境里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但你的反应是真的。怕？不怕。好冷。没有人，从来没有人。向前看。那又怎样？没人要我，那我自己走。继续。七星境初期，七星境巅峰，2个杀道气息，玄灵殿的安慰，来得倒快。陆和静，哼，天主多虑了，杀你1人，何须我2人？2个七星境巅峰，杀伐气息浓烈，出手必然凶狠。这么硬扛灵力不够，但他们不了解我的底牌。动手吧，我赶时间。哼，找死！不可能，陆和静的灵力总量连我一剑的1/10都接不住。那不是硬接，是泄力、转化、反弹，3步在一瞬间完成。这种精度杀了多少人才能磨出来？还愣着？你那锤子是摆设，不能退，退了店主不会放过我。
手再深一寸。站住！回去告诉你们店主，若再来犯，下次我不留手。第一步，清除散修高手；第二步，传承台设禁制阵，反噬所有进入者；第三步，嫁祸林峰刃。一石三鸟，抢传承，除异敌，毁声誉。林峰刃，你已经是瓮中之鳖了。传承台的局面太复杂，他们实力不够，但留在这里，万一还有第二批暗卫。别紧张，我有事出去一趟，最迟明日午时回来。先生，他要去做一件很危险的事。午时之前，若我没回来，带他们原路返回，出秘境后去找天刃宗的人。明日卯时，林峰刃到达传承台，禁制阵已经布好，瓮中捉鳖。还有不到4个时辰。23股气息，最弱5星境后期，最强的那个7星境巅峰。差一步化虚，陆河境的灵力储备撑不住这种规模的合围。先生，你不是说计划变了？前方只有一条路，必须穿过灵雾沼，我一个人过去没用，需要你们。天还没亮。这什么东西？灵雾沼，上古灵韵凝聚的天然屏障，普通修士进去会被灵气冲击神魂，轻则迷路，重则当场昏死。护脉丹，服下去能保你们安全穿过。他呢？你不需要丹药。先生，进去，用你的本能感知方向，别想，别分析，跟着身体走。苏兄，这不太好吧？他才炼神初期。吞丹药，管好你自己。灵离，别过去，看着就行。连破3境，我从炼神初期到巅峰用了整整4年，而他几个呼吸，这就是他收灵尸的原因，不是同情，是从一开始就看穿了灵野身上藏着什么。先生，谢谢您。灵羽血脉初步觉醒，别急着谢，还有用。你现在能感知到这片雾里的一切灵气流动，前方带路，找最快的路穿过去。看见了，全部看见了，哪里有暗流，哪里有陷阱，眼神中透着绝境最短的通路，跟我来。传承台，1股、2股、5股、10股、23股，全部就位了。林峰刃，他还活着，但正在一步步走向死局。萧晨宇、韩苍月，你们2个带灵犀绕到石台东南方向，找掩体藏好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不许出来。苏兄，你要一个人进去？不是问题。走。那23股气息，每一股都比先生强。林峰刃走到第7级石阶，禁阵阵激活，灵力反噬，战力折损6成，23人同时出手必死，来不及了。有人，东南方向！林峰刃，别上去，石阶有禁制！杀了那个坏日子！陆河境，就你，目的达到了。你知道多少？玄灵殿，好大的手臂！灵压太强了，感知快要过几。23个人围杀我一个，还要嫁祸于我，那就来！走，师尊，跟上！林峰刃是7星境中期，那个黑影7星境巅峰，差了半步，但他的战斗天赋足以弥补。前面有雾，天刃宗的引路纹，极浅极浅。陆河境的灵伤量级不够，灵犀，你的灵气感知能不能顺着这道刻纹找到它连接的阵纹走向？好多线，从这里往下，一直延伸到地底，然后往前很远很远。能看清路径吗？能，但是
那些线里面有东西在动。何人触动引路纹？别动，他不是敌人。这股气息，尊者，您身上的气息与本秘境创建者同源，镇灵恭迎。镇灵认的不是我，是那缕剑意的残余。天刃宗的传承秘境，如今情况如何？回禀尊者，传台将于3日后开启终极传承仪式。目前秘境内有1名被认可的继承者林峰刃，7星境中期，300年来唯一通过前6重考验之人。但是半月前，有外部势力渗透秘境，20余名精锐潜伏于传承台周围，为首者修为7星境巅峰。玄灵殿，尊者已知。他们的目标是什么？传承核心。他们计划在传承开启的瞬间抢夺核心，并嫁祸继承者勾结邪修。若此事成功，天刃宗300年传承将彻底断绝。那你们秘境的守护长老呢？4大守护长老只认传承规则，传承仪式正式开始前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什么狗屁规矩！只有仪式开启后，破坏仪式者才会被镇压。玄灵殿不会蠢到在仪式开始后动手，他们会选在仪式开启前的最后时刻出手。那个空窗期里，4大长老袖手旁观，林峰剑独自面对围杀，3天减去路程2天半。从这里到传承台，最快的路线。此路只有持秘境钥匙者可通行，以尊者身上的气息，可以地带钥匙，半日可达。尊者须知，林峰刃目前尚且安全，玄灵殿在等传承开启前一刻才会动手，您有充足的时间。他为什么和上古宗主有关系？他到底还藏了多少秘密？所以我们现在是去救林峰镇？不是救，是赶在玄灵殿动手之前，把局面翻过来。林峰刃还在打。尊者，还有一事，传承台第7重刻验，从未有人活着走出来过。2天半不够。师尊，您的伤，跟上。你的刀问题出在哪儿？弟子不知。你出刀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想斩断对手的防御？错了，刀道的核心不是斩断，是意在刀先。你的刀比你的念头慢了半拍，所以永远差一线。那我呢？体修的核心是什么？别跟我说是挨打。体修的核心是共振，你的肉身是容器，天地灵气是水。你现在的问题是容器太硬，水进不来。听着跟没说一样。回去之后让灵妮打你一拳，你试着不抵抗，感受灵力冲击在体内的流动路径。我为什么要开口？天刃宗，300年前消失的顶级宗门。自丑了点儿，凑合看吧。这么多人，天刃宗还存在？气氛不对，像是在备战。什么人？裂空刀！前辈，您是？林峰刃在哪儿？宗主3日前独自登上传承台，闭关准备接受传承。临行前下了死令，不许任何人打扰，违者逐出宗门。独自一人，没有护卫。传承台周围埋伏着20余名玄灵殿精锐，他把自己摆在了砧板上。我的事不必牵连旁人。300年了，臭毛病一点没改。近日城外出现大量来历不明的修士，我们派出去的赤毫有3队没回来，弟子们都很不安。但宗主的命令，我知道了。你们2个留在城里，协助天刃宗弟子加固城防，重点盯住东面和北面入口。玄灵殿如果动手，不会只盯着传承台，后方偷袭切断退路才是他们的风格。前辈，您一个人上去？凌玉跟我，他负责空中侦察和传讯，有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前辈一定能平安归来。少废话，干活！东面城墙的阵法我刚才扫了一眼，至少3个节点是虚设的，得补上。玄灵殿的人已经就位了。连一根头发丝都未曾颤裂，能扛住我的刀意，面不改色，不该是无名之辈。但这张脸，我从未见过。
23个气息，东侧山壁内那个最棘手，内敛沉稳，深不见底，七星境巅峰。玄灵殿左护法，此人若全力出手，林峰宴挡不住。等。辰时动手，先起阵困敌，本座亲取传承核心。各族就位后不得妄动，违令者杀。辰时还有4个时辰，够了。先生，东南方向2个人，守护长老。气息很老，但没有要动的意思，就在那儿看着。规矩如此，传承台上的事，外人不能插手。那先生算什么？我不算外人。下面的人，你手中那把刀从何而来？裂空刀刃主极严，非我亲传不可能驾驭此刀。你是谁？我再问一次。急什么？天亮了再说。这个语气太熟悉了，但不可能，那个人300年前就已经……体内灵力已经蓄满，随时可以爆发。300年前那一战，我亲眼看着他，不可能还活着。但这把刀，这个语气，这种面对我刀意毫不在意的态度，来了。林峰刃交出传承资格，本座可饶你不死。没有裂空刀，你连3成实力都发挥不出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那把刀，阵法裂了，一个人落地就碎了。你的刀，还给你。每一道纹路，都是我亲手祭炼了300年的痕迹。师傅，您回来了！起来，为师看着你完成传承。我是他的师傅，也是今日护道之人。谁想动他，先过我这一关。300年前的人有意思，本座倒要看看一个死了300年的老东西。先生，他要打了。再想想，想清楚了再动。店主会知道今日之事，让他来。你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。该来的会来。回去，全部回去！护法大人，传承核心一旦被那小子吸收完毕，店主300年的布局就全完了，你我一个都活不了。传承核心到手就撤。先生，他们回来了，全部，还多了一些东西。封脉旨，仙尊境的手段。回去告诉你们店主，南荒秘境从今日起与玄灵无关。先生，他们跑得好快，那个穿黑甲的跑得最快，所以他会最先把消息送回去。前辈身上的气息与本秘境创建者同源，我等失礼，未能提前迎接。你们欠守规则，无错。传承仪式继续。灵力共振，月芒。弟子林峰刃，300年未能侍奉师尊左右，今日起为师尊之命是从。好。先生收了个大弟子，好高好壮。师尊，当年失踪的那些师兄弟，玄灵殿的手伸得比我想的远。300年前那夜，师尊一掌将我推入空间裂缝，醒来后，我再没见过任何同门。我一直以为他们死在了那场浩劫里。不是死了，是被猎杀了，一个一个被追杀殆尽。格杀勿猎，持续了300年的灭门令。师尊，我要去查。不急。师尊，你刚得到传承，根基未稳，冲动出去，正中他们下怀。这枚令牌上的灵力印记能追溯到源头吗？印记经过多重遮蔽，只能追溯到中转节点。中转节点在哪儿？瑶光城。先生，之前在瑶光城跟踪我们的那个黑甲卫统领，
刚才也在。看见了，所以他会最先把消息送回去。师尊的意思是让他送。好吧。去哪儿？瑶光城。300年，我在这座秘境中困了300年，日复一日对着传承台修炼，等一个可能永远不会来的人。发什么愣？先生，瑶光城到了，好多灯。师尊，玄灵殿在瑶光城经营多年，势力盘参错节，我们直接过去。怕？弟子怕的是杀不够。急什么？先看看他们怎么接招。那个人一直就废了照护法，瑶光城接得住吗？师尊，弟子有话想问。问：300年，您去了哪里？睡了一觉，师尊不想说的事，问也白问。你呢？300年怎么过的？前100年，弟子每日对着传承台修炼，按师尊留下的功法一步步走。后来，第137年的时候，弟子差点走火入魔。秘境里没有日月交替，弟子靠刻石头记日子，刻到第49720道的时候，突然觉得没有意义。那你怎么撑过来的？裂空刀。每次想放弃的时候，弟子就去看那把刀，刀不会骗人，你练了多少，他就记多少。后来每次路过都能看见。看了100多年，石壁都被弟子摸出了包浆。师尊，弟子要说正事了。说，大师兄陈道恒每隔10年给弟子传书报平安，最近一次是3年前，北域一切安好，但4师兄和6师兄300年从未回应过任何联络。50年前，弟子派了2个信得过的人去4师兄的领地探查，结果再也没有回来。周衍、方无极，一个善阵法，一个精丹道，当年形影不离，同时失联300年。玄灵殿崛起于100年前，行事诡秘，功法阴邪。弟子查过他们的根基功法中有一部分与4师兄当年研究的禁阵有相似之处。你怀疑是4师兄，或者6师兄？怀疑不等于定论。我会亲自去看，你留下来，稳固传承，整断天刃宗。另外，弟子明白，与林清寒保持联络，南北呼应。先生，我们找了半天，您怎么不走正门？正门有人看着。先生，林前辈是您的弟子，那我们算什么辈分？跪下！从今日起，你2人为我记名弟子，1年后考核，合格转亲传。是。叫先生，记名弟子没资格叫师傅。是，先生。灵仪，你留在天刃宗。灵羽血脉的觉醒者，放眼天下都是凤毛麟角。修炼之余，多看，多想，多问。实力只是根基，信性才是根本。师尊，您突破了。跟对人了。下一个药王谷，3师弟苏景辰。谷主，师祖。你说什么？师祖他活着，他要来药王谷了。再说一遍。弟子在苍云城遇到一位前辈，他的炼丹之术远超我谷所有典籍记载，逆序投药，以克制为融合，唤醒气灵。弟子亲眼所见。那人多大年纪？看着不过30出头，但气度就是那种站在那里，周围所有人都会不自觉矮一层的感觉。30出头，还说了什么？他说要来药王谷见你。慢慢来，不急。师尊，传令，全谷戒备，启用最高迎客礼制，所有长老嫡传弟子3日内全部到位。药田重新整理，主路清扫3泉换水。谷主，这是迎帝王的规格。帝王算什么？谷主，出什么事了？楚明轩从苍云城回来了，他在那边遇到一个人，一个能逆序投药、唤醒气灵的人。
逆序投药，谷主3到12计的头一条要序不可逆，哪个江湖骗子告诉他的？楚明轩才入门几年，怕是被障眼法糊弄了。那个人要来药王谷，来就来，正好让我等见识见识。若是骗子，别怪我药王谷不客气。没必要解释，等师尊到了，他们自然会知道。师尊在时，最烦弟子穿的花里胡哨。师尊若看到我这副老态，会说什么？当年那个喘3步歇2步的小家伙，把一座秃山种满了药。景晨，师尊。300年，起来。当年你跪在我面前求入门，我问你学医做什么，你说要把天下所有治不了的病都治好，做到了吗？这句话是我8岁那年说的，我再没跟任何人提过。弟子没做到，还差得远。起来。行了，多大的人了？你的寿元还剩不到50年。弟子资质平庸，能活到400岁已是极限。归元续命丹，路上顺手炼的，服下可余寿100年。归元续命丹，9品丹药，近200年没人炼出来过。我研究了80年，连药方都没能复原，是活人的温度，不是梦。谢师尊。带路吧，让我看看你把这地方折腾成什么样了。火候转换慢了半息，凝丹时神识不要散，收成一点。你那个引药顺序反了，先入地髓，再入天青草，药性互克的问题自然就没了。困了我50年的瓶颈，50年翻遍古籍，请教同道，日夜苦思，3句话解了，药效提升了3成。这是祖师爷定下的方子，他随手批了几笔。仙尊，您还收徒吗？3句话解了谷主50年的难题，核心丹方改良3成，那可是祖师爷定下的方子。那位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没听说吗？那是谷主的师傅。师尊，弟子有一事，不知当不当讲。说。4师兄赵玄墨50年前忽然断绝了与所有同门的联系，6师兄周沉渊更早，100年前就音讯全无。弟子曾派人打探，发现4师兄的势力玄墨阁行事越来越诡异。怎么个诡异法？大量收购禁药材料，招揽被各大宗门除名的散修，还有活人试药。还有师尊，弟子10年前截获过一份情报，玄灵殿的部分功法路数隐隐有当年逆徒赵玄墨的影子，甚至与魔道禁忌殊途同归，与4师弟当年所学的玄天心法有7成相似。每一笔每一划，都是我当年亲手教的。师尊，玄墨阁在哪个方向？西南方向，越过清平山脉，约7日路程。师尊，弟子陪您。不用，药王谷的事你守好，别让外人知道我来过。弟尊走的时候没带剑，不，师尊根本不需要剑。我怕的不是师尊打不过4师兄，我怕的是师尊打得过。又涨了，上个月入城费才3块灵石，这个月5块了。散修是来墨渊城做什么？买药，5块灵石，入城另牌押金另算10块，3日内不续费，自动驱逐出城。15块灵石的入城费，一个筑基期散修要做3个月的活才攒得出来。玄天心法确实是玄天心法的底子，但经脉走向被改了至少4处，瓶颈被强行凿开，灵力流转快了近1倍，代价经脉损耗加速3倍，寿元至少折损4成。阁主还没出关，嘘，小声点，谁见过阁主？大执事说了，阁主在冲击化神境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化神境，那得多少灵石供着？怪不得你嫌多。上个月城南那个姓李的欠了2个月没交，你猜怎么着？30年未露面，一切由大指示代管。地下灵脉被大量抽取，全部导向那座塔。赵玄墨，你到底是在塔里，还是根本就不在了？阵法底层框架玄天阵道，第7重辨识是我教的，但覆盖在上面的第2层阴寒晦涩，灵力被剥离精纯之气，浊气排入地下。这套运转逻辑和帛书上玄灵殿的功法一脉相承。张月筑基3层，本月灵石供奉，欠。怕被听见，再挨一顿。
你别管我，他们会……不会，找个地方坐坐，跟我说说这城里的事。我师兄去年欠了3个月，他爹娘都被抓进去了，到现在阁主不管。阁主？谁见过阁主？都说在闭关，可我觉得什么？没什么。赵玄墨，当年那个跟在我身后，一口一个师傅我误了的少年，这座城里发生的一切，是你做的，还是有人借着你的名字在做？黑塔里有东西动了。越往上深至，将第一层那复杂繁构的暗子天阵脉络细毫并见，越往上走越能看清全貌。每月上缴的灵石，最终都流向了这里。赵玄墨，我的4弟子，这不是闭关，这是活生生的被人当作矿脉在开采。我等了30年，终于有人能闯到这里，没想到竟是师尊您亲自来了。弟子周沉渊，您的第6位弟子，特来给师尊请安。周沉渊，当年那个沉默寡言、修炼极为刻苦，但信性中总带着偏执之气的少年。6弟子，4师兄的事是你做的。是我。30年前，我设局困住他。这座城，这座塔，这些年搜刮来的灵石，都是为了抽取他的修为。师尊，您看，弟子如今已是半步化神，再给我3年，化神大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师尊，您问我为什么？您给每一个人都量身定制了功法。赵玄墨得了墨渊真解，李青山得了青莲剑诀，连最笨的老九都有一套专属的炼体术，唯独我，您说我心性不稳，只配修基础。我用300年证明给您看，我比他们所有人都强。赵玄墨的元婴期修为被我一点一点吸干，玄灵殿的势力遍布3州，南域17个门派向我俯首。您当年不传我上乘功法，我就自己取。你听到的只有前半句。心性未稳，先修基础，待根基扎实，为师亲自为你开脉传法。前半句后半句有什么区别？结果是一样的。您死了，我什么都没得到。不过现在也无所谓了。师尊，您修为尽失，对吧？我在塔外布了30年的监测阵，您进城那天我就知道了，筑基后期的灵力波动。曾经高高在上的仙尊，如今不过是一只拔了牙的老虎。师尊，弟子送您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师尊，您修为大不如前，今日就留在这里，陪4师兄一起做我的养料。陈渊，当年我不传你高深功法，不是偏心，是你心中戾气太重，强行修炼只会走火入魔。我是在保护你，保护300年。300年来，我日夜煎熬，看着师兄师姐一个个功成名就。赵玄墨元婴期，李春山化神初期，连老九都结了金丹，我呢？30年心血，在创造者面前，一文不值。实在再进一步，4师兄立刻被抽干。左手救人，右手杀敌，力量一分为2，5成力量留不住他，但玄墨撑不过10息。师尊，这只是开始，玄灵殿的力量远不止如此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师父，30年，我来晚了30年。有人在监视，经脉不是枯竭，是被人为搅碎的，每一条主脉都断成数节，丹田一片死寂。30年，周晨轩不是在囚禁他，是在一点一点拆他。师父，弟子无能，被陈渊算计了30年。行了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师兄师弟们。不怪你，是为师走得太早，没能看顾好你们。师父，什么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等我说完，在
陈渊创立了一个名为玄灵殿的组织，暗中控制三州势力。玄墨被淘禁30年，17个门派，修为尽失。师父，要奴子做什么？林清寒率万华宗封锁北域，切断玄灵殿北方退路。林峰任率天刃宗驻守南荒，堵存秘境资源通道。苏景辰的药王谷负责收治所有受害修士。玄墨，玄灵殿分坛12处，东域3处，北域4处，西域5处，核心人员37人，半部化神2人，元婴后期9人。陈渊最可能的藏身之处，西域极西有一处他早年发现的秘境，那里的灵脉走向我全部记得。30年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的一切翻来覆去的记住。师父，四师兄这个状况至少要养3年。养？师父，您自己的消耗。师父，玄灵殿没有收缩，他们在各地同时动手，至少6处上古遗迹遭到袭击。他不是在逃，是在抢时间。6处上古遗迹同时动手，他在凑齐某样东西。他没发现我，或者说已经没有余力发现。7枚，清寒2枚，锋刃1枚，6处遗迹已被袭击，落入玄灵殿手中4枚。不对，7处遗迹只袭了6处，第7处还没动。不追了，去等他。清寒、锋刃、天元古台会合，带你们最强的人来。弟子已在路上。收到。周沉渊，这一次你自己送上门来。地脉走向，方圆10里，尽在掌中。疾病布阵。师父，当年收徒时，一个12岁，一个14岁。30年，各领一宗，撑起了修真界半壁江山。都到了就好，布阵。苏前辈，站位，东北角，别挡路。少说话，多做事。来了，师尊好大的阵仗，为了对付一个弟子，竟把师兄师姐都叫来了。你不配叫我师姐。陈渊，为师最后问你一次，回头还来得及。回头？师尊，300年前您没给我机会，300年后我要自己创造机会。不是要集齐7枚，他要用4枚强行撕开禁地入口。他在融合碎片。破天境。师姐，师兄，你们太弱了。天元碎片的力量太庞大了，撑不了多久。玄灵殿攻阵法节点，东北方向3人突进，西侧节点压力最大。东北角第12个节点，在数名魔修以惊人的速度疯狂流失。师尊，您老了。体内深处，那缕封存了300年的仙尊本源，用一次就没了，烧掉它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弟子们还在拼命，我没资格留后路。这股气息，300年前我在远处仰望仙尊渡劫时一模一样。陈渊，当年我说你心性不稳，不是看不起你，是怕你走上这条路。先生，您的身体……没事。先生，碎片收好。师尊，师尊。